觉得要叫停了。是，奥瑞弗已经没什么动作，摆拳，再摆，连续的摆拳砸拳。哦，这个节奏很连贯。中国武术神童崔刘才酿下血案，按住外国选手连轰上百拳，裁判拦都拦不住。中国魔童崔刘才呀，有着丰富多彩的经历。他8岁练习传统武术和摔跤套路，从小就厌烦学习的他，走上了习武的道路，是越走越远。先是接触散打和传统武术，后转战 MMA 综合格斗。丰富的经验呢和强悍的打法，在每次比赛中，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在直立，都是非常强势的。他也曾经获得过昆仑决搏击冠军，更是 WBK 羽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今天和他对战的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阿里丁。这阿里丁啊，练习摔跤与自由搏击有长达11年之久啊，在此刻要与这中国魔童崔刘才决一死战。他也拥有着10战9胜的职业战绩，这也导致他在赛前呢放下豪言，我要将崔刘才的连胜打破，并送上单价，还要占据你们中国市场。这赛前选手们放豪言呢都做过，可结果都挺惨。这阿里丁是否能实现诺言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呀已经开始了，让咱们回到比赛，同时也让咱们期待咱们的崔刘才是否能击垮这个阿里丁。由此可见呢，没有错呀，这白色拳套正是咱们的中国魔童崔刘才，而这黑色拳套就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阿里丁。是有一些劣势，目前已经达到了自己。这场比赛呀刚开局，这双方选手都不敢贸然的进攻。咱们的崔刘才也是不停的疯狂的试探对方的虚实。对，运动他自己很喜欢把自己称之为朱雀，这个浴火。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刘才呀，打这场比赛呀，表现得非常的老成，非常的沉稳。这个前后手的防守的手架也是非常的完美的。此时啊，这阿里丁要展示这包摔，咱们的崔刘才呀，一个退步直接就化解了。可以见得呀，咱们的崔刘才呀，这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这重心也是非常稳，基本功非常扎实，能控制在一起。崔刘才的右臂已经插在了奥瑞弗的内把位。对，此时啊，咱们的这个崔刘才呀，这手臂已经插到了这个阿里丁的内把位，角度压在崔刘才身上。但由于是绳圈呀，这个是有弹性的，所以对奥瑞弗来说，并不如像铁笼那样就无延展性的位置更容易把崔刘才控制住。给一拳，崔刘才说没事儿，戏还蛮多的今天。也是一个心理战。哦。此时啊，这阿里丁又要展示抱摔，但是咱们的崔刘才丝毫不慌，直接一个退步，再一次化解。当支点，对着脖子推开了。奥瑞弗已经第3次。低位抱摔，但都没有成功，崔刘才2个下把位已经搭进去了。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刘才呀，这个2个下把位已经搭进去了啊。其实这场比赛呀，咱们的崔刘才呀，这个肌肉线条和维度上啊，其实要比这个阿里丁很有优势的。守住，双腿。还往绳圈靠，是靠住了。崔刘才有挂绳圈的嫌疑，裁判把手打掉了。把自己的胯部完全挺到前方，这样对方很难把腿拉回来。可是对于空间来说，崔刘才已经没有再往后空间了，也只能是这种被动防守的这个状态了。此时咱们可以看到，这双方啊，现在在围城边呢，疯狂的挣扎。咱们的崔刘才一直被这个阿里丁压在这个围角边，但是咱们的崔刘才呀丝毫不慌，一直捶打这个阿里丁的头部。那现在这个状态让崔刘才其实还蛮难受的啊。对，但对于他的对手奥瑞弗也没有好受到哪儿去，因为自己的头完全被崔刘才压着，现在抬不起头来就没有办法。勾腿了，勾腿要换方向了，2个腿夹住崔刘才的一条腿，我们看奥瑞弗的手把往哪儿放。往哪儿布置了啊？在这个角度，因为我们看不到那半边上，抱住抱腰，崔刘才被摔倒了。其实是靠着绳圈的支撑力啊，对，如果没有支撑的话，已经摔倒了，已经倒地了。对，奥瑞弗这时候要怎么做？
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即使摔倒，这分不会有太。此时咱们的崔留才呀也是舍身了，这比赛呀还有40多秒了，咱们的崔留才直接舍身，抓到了一个木村扣，直接就锁死了这阿里丁的这右臂。尽量把手往自己的肚子上放，这样很难拉起来。是，还有30秒，掰起来了，掰起来了，我们看拍不拍？拍不。此时咱们的崔留才呀死死的锁住了这个阿里丁的右臂，已经掰起来了啊！这个姿势非常的难受，我这个阿里丁还想扛，他已经把身体翻过来了呀。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一回合呀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此时咱们的崔留才呀把这个木村扣变成了十字臂锁，针对这个肘关节呀。此时咱们的崔留才又转成了这个美式肩锁，拉回来了。这场比赛呀非常的精彩呀。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一回合到此结束，让我们看一下这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通过这第一回合呀，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留才呀不仅这拳法精湛，这缠斗能力啊也是极强的，而且这基本功啊也是非常的扎实。此时穿着火辣的小姐姐举牌，于是第2回合马上开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2回合正式拉开序幕。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这第2回合刚开场啊，这阿里丁又想展示抱摔呀，可惜被咱们的崔留才再一次退步，直接化解。伸手摆拳。奥利弗尔也是一个挺难缠的一对手啊。此时咱们的崔留才呀直接发起了进攻，直接选择了这个抱摔，抱摔直接成功啊，直接把这战斗拉到了地面。想搭封闭防守，但是后面已经没空间了啊。崔留才现在被对方抱在怀里，很难布置。下一步应该是压对方的脸，把自己的身体支。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留才呀一直用双手捂着对方的鼻子，这是一种非常巧的进攻方式，这样可以扰乱对方的气息，导致后续的这个体力下降。摁着鼻子，这个对气息会影响非常大。对。卡颈这些方式都是为了让对方把手放开。崔留才在地面砸击还是很注意技巧的。击腹击。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留才一直对这个阿里丁展示这个砸拳砸肘，想抬腿，但太明显了。再想再次抱住。连续的砸拳是在影响奥瑞弗的判断。杨子轩教练。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裁判呢让双方选手恢复到这站立比赛。起来了，因为认为崔留才的优势并不大。对，崔留才可能还认为自己刚才是在这个。此时咱们的崔留才又一记抱摔，直接再次把这战斗拉回到了地面。也不是很强，崔留才直接过腿了。崔留才现在很清晰的看到对方的这个问题在哪。切膝半防。压住对方的脖颈，但是在这个位置，由于有绳圈的空间也不够，崔留才其实很难做好的打击。对，现在其实崔留才也好，包括奥瑞弗也好又摁鼻子了。两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小伎俩啊。这个一旦进地面之后呢，就往绳圈往边角上走，是这样的话给对方尽量少的布置战术的空间。没错。崔留才现在把自己的位置完全站起来，让对方的双肩着地，这样即使在一个相对半防的位置，依然是对于上位选手来说稳固的砸击。裁判换了一个位置，崔留才回到半防，做切膝。
但是并没有成功，因为没有压住对方的那个胯，过腿了，但是对方翻起来了，崔留才双手内把位。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留才呀，这个双手已经在这内把位了。哦，做折颈了，没成功，因为后面的空间实在太小了。现在奥瑞弗是采取了大扣，想要拉崔留才的右侧腿。对，单腿抱摔，现在回到中间，崔留才逃出来，哎，再冲，再进地面，崔留才摁住头部。是。这个时候先解开对方的这个抱腿的问题，再去做降服。对。对方的边角还在给裁判示意啊，说这崔留才总是捂他的这个鼻子啊，这个是在规则里是允许的，但是这个边角也是属于一方面给裁判来施加一些压力嘛。但是场上裁判杨子轩老师也是高手，所以不会受到。此时咱们的崔留才呀，成功拿到了这个上身位，也成功拿到了这个半防的位置。但是感觉上要做手臂了吗？剩的时间不多了，就在想做对方的这个左臂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2回合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这个位置不太容易成，对方选择了一个身半防守啊，但是没有完全钻进去。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场外钟声响起，第2回合到此结束。让我们看一下这第2回合的精彩回放。通过第2回合呀，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留才呀，这个缠斗能力的技巧啊是非常巧妙的啊。反而这个阿里丁啊，他这个基本功好像是不太扎实，而且他这个体力现在下降的很多。此时穿着火辣的小姐姐举牌，于是第3回合马上开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3回合正式拉开序幕。哦，中了一拳，崔留才直接进地面了。这第3局刚开场啊，咱们的崔留才直接把这个战斗拉在了地面，有点像武打片里的动作。对，护齿掉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回到一个稳定的位置，裁判可能不会要求选手带回护齿。停，哎，回到稳定位置。崔留才有点懵啊，为啥？其实是裁判要求场上边角回去要拿清水冲洗一下，然后带回嘴。此时啊，这个阿里丁啊，咱们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个回来的过程啊是非常慢的啊。这阿里丁现在此时他有点虚了，他绝对是强弩之末了，已经不行了。会控制这个时间，你不可能太长时间。是，对，回到同一个位置。好，继续。对方想做3角，但是这个意图太明显了，地面砸拳了，上身位直起来了。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留才呀，这个上身位直接直立起来了啊，这个开始砸拳砸肘了，开始进行猛攻了。这个阿里丁已经不行了，已经吃不消了。啊，崔留才是控制一只手把这个位移拉出来去打。这个在比赛规则里依然是允许的啊，对。而且这个动作应该在很多的聊天表情包里都能见得到。是。诱骗一下对方做个西盾。此时咱们的崔留才诱骗对方一个西盾，直接站立砸拳了。此时啊，这场比赛对于阿里丁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折磨。摆拳，再摆，连续的摆拳。此时啊，咱们的崔留才连续的摆拳砸拳，这个节奏啊非常连贯了，感觉像是打拳不要钱一样啊。翻起来了，又做了个前滚翻，但是依然在被砸击。这个时候裁判应该会叫停了。对，因为没有什么反击的动作了，完全是在被动的。裁判已经在看了，已经在看了。崔留才在看裁判，问了。此时啊，咱们的崔留才
像武松打虎一样啊，骑在这个阿里丁的身上进行疯狂的输出，猛烈的砸拳呐。此时的裁判也是对这个阿里丁进行询问是否要继续比赛。此时的裁判叫停了比赛，咱们的崔刘才赢了，比赛结束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看一下这第3回合的精彩回放。通过这第3回合呀，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刘才呀，这个拳的力量啊是极其的凶猛啊。反而这阿里丁啊，基本功不太扎实，建议换个教练好好练一练。下面宣布比赛结果。这场比赛呀，也就接近尾声了。通过裁判最终的判决，咱们的崔刘才荣获冠军，恭喜崔刘才荣获最终的赢家。这条视频呢，也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期待我们下次再见。19岁韩国女选手来中国挑战武警霸王花，结果在地上被拧成了麻花。好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康锦熙啊，她来自韩国，19岁，在 MMA 战绩中获得了6战4胜的成绩，还曾获得过2016年 Road FC 女子62公斤级第1名，2015年韩国女子自由搏击58公斤级第1名。2015年 WKP 韩国超级女子60公斤级第1名，这次来中国就是为了挑战我们的武警霸王花。好的，那现在看到的就是咱们的武警霸王花胡丹丹啊，今年26岁，练习散打出身的她曾经获得过2013年全国武术散打赛亚军。2014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亚军和2014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冠军。他对武术散打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举胜技巧，高鞭腿和连续的近距离勾拳是他制胜的法宝。好的，话不多说，现在比赛开始。右边的这个留着一个小辫子的红方选手就是我们的胡丹丹，另一边就是韩方选手康锦熙。那这个康锦熙年龄可以说是非常小啊，今年刚刚19岁，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来挑战我们的霸王花胡丹丹。那胡丹丹的实力可以说是非常强劲，他在2014年的河南搏击大赛中40秒就 KO 了蒙古悍将马德格玛。而且咱们的这个胡丹丹从小就喜欢打抱不平，同学们受了欺负就都来找他，所以说是一身正气呀。现在双方打的也是非常的激烈啊，开局就完全没有留后手啊，双方都在拼尽全力的去打。那现在胡丹丹也是把康锦熙压在了地上，拿到了一个上身位。会出现吗？看看他裸脚，这个现在这个把位还不是非常合适，现在需要进行调整，双方在进行体姿的一个调整，看能不能做转体，做转体。可以看到现在胡丹丹压得非常紧啊，下面这个康锦熙想挣脱，但是挣脱不掉，一直在拼尽全力的消耗对方的这个体力啊。好的，现在这个康锦熙有一点要站起来的意思啊！这个19岁果然力气非常大。19岁的小将实力不俗，了不起了不起。小金刚才我想锁，但是可能锁不住。现在双方焦灼在这个场面。单是想用背摔吗？双方要脚结在了这个全绳围绳的位置。其实对方呢，现在还是既定的技战术发挥，就是跟对方纠缠，争取把对方撂倒。好，这个起来以后，这个现在双方也是都在用劲儿，想把对方打倒之后取得一个上身位。暴露出了康锦熙他的身体的力度还不够，双臂的这个力度还不够，他不能锁住目前这个26岁的胡丹丹。关键是就是双方都不是等闲之辈，胡丹丹这是有个很好的准备，他在逃脱这个锁技方面确实。双方现在非常焦灼，谁都不能但是稳住了。站立的时候还是在用拳头主动的打击对手。
想用膝盖来打这个胡丹丹的腹部。好的，那现在是双方的缠斗时间过长啊，裁判把他们拉开了。双方也是去做一个各自的调整。这个女子的搏击对发型的要求其实很高啊，不能碰到对手的眼睛啊，不能干扰到比赛，而且头发上不能有这种尖锐的发饰。但是呢，女孩子毕竟有女孩子个性，说这样来讲呢，哎，不要这样，哎，也不是这样，好的，那现在比赛继续。就是有些高沙物啊，这样的装饰品不能威胁到对方。你看胡丹丹，他这个双方也是在试探对方啊，都没有出手。因为这个东西，女孩子嘛，她还是有一些表现，尤其是自己个性化的方面来展示一次，这是必不可少的。美女对决嘛，胡丹丹是。好的，都在互相的拼拳，那可以看出来是咱们的这个胡丹丹在掌握着一个领导权啊，是胡丹丹一直在用拳，所以说这个康锦熙也被迫在站立用拳。打控制，现在双方啊，在这个站立方面，对方也毫不示弱，拳头。那双方现在又僵持在这个场边。好像在因为控制方还是在胡丹丹。那有人认为这个女孩子打架呀，可能是抠眼睛啊、抓头发、挠脸。那这些在职业赛场上是不允许的，是明令禁止的犯规项目。缠抱在一起，把对方撂倒以后使用关节技呢，这点呢更有一些信心。所以说，在这个你看，我们刚才说到发型了，这个连续的几下打到这个对手的头。他这个切进去了以后啊，你这个整个击打的冲程没有了。那裁判也是在旁边一直观察着双方选手的这个体位。好的，那现在比赛还剩下30秒，双方还是僵持在这个场边。这一局没有太多的地面的打斗，基本都是在站立拼拳。好的，那现在第一场的比赛结束啊，双方这一场打的可以说很激烈啊，没有过多的地面战斗，要么就是在场边啊这个互相焦灼，要么就是在互相站立拼拳。让我们看一下这一场的精彩回放。你看，胡丹丹在用拳，这个动作给了康锦熙一次机会，这是被胡丹丹挣脱以后。胡丹丹就抓住了这机会猛打，但是呢，这跟他对手打抱不平的性质真的相似。但是韩国对手呢，他这个每次应对做的还是非常的严谨，而且呢，确实他训练有素，训练有素。你看，这个康锦会啊，挨打的拳头是来自北京武警特工大队这个胡丹丹的拳头。好的，那现在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双方虽然上一场没有过多的地面战斗啊，体力但是也消耗的不小。那上来这一局打得很猛，又是连续的几个勾拳。那我们的胡丹丹也是被挤到了这个墙边。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机会把这个康锦熙打倒在地上，之后来消耗一下对方的体力，因为这个毕竟是19岁啊，正是劲儿大的时候。那现在双方都还是在场边继续焦灼着呀。那这个时候咱们的胡丹丹没有站稳啊，被顺势放倒在地上了。但是现在是锁住这个胡锦熙的头，裁判现在把他们拽回到了场地的中央。好的。
那因为是场边场地的空间不够，回到中间继续。可以看到我们的胡丹丹锁住了康简熙的头，康简熙现在想挣脱，但是力量不够，咱们的胡丹丹锁得很死啊。哦，这个康简熙是硬把头拔了出来呀。那现在的这个双方的局势对我们的胡丹丹并不是很有利。哦，漂亮，直接一个转身。好的，现在把这个康简熙又压倒了在了地上。这个康简熙想用脚来锁咱们的胡丹丹。来看一下双方现在，哦呦，这个不愧是女子的搏击啊，这个柔韧度都非常的好。那双方现在已经拧成了一条麻花。那这个时候就看谁先松手啊，谁先松手就会取得一个很大的劣势。那这个时候谁都不想放手，谁都想继续搏一搏。好的，那现在时间还剩下2分钟。双方现在是谁都不愿退步啊，都在拼尽自己的力量来锁对方。双方现在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焦灼呀。好的，那现在是康简熙锁不住了，那看我们的胡丹丹能不能找到这个破绽。时间还剩下最后的1分钟，看一下胡丹丹拿到了一个相对优势的位置。双方也是在这个地面上已经焦灼了1分钟要多了时间还剩下最后的24秒。来看一下双方还会不会有其他出其不意的打法。现在康简熙被锁得很死。好的，那现在是第2场的比赛结束如果不是比赛结束这个康简熙可能会被一直锁在那儿，因为双方的力量毕竟已经不够了。好的，那现在第3场比赛开始也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场。上一局我们的胡丹丹被康简熙打了几拳来看一看这一局能不能调整好状态那这一局今天的最终一局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前2局双方打的都是旗鼓相当这一局看谁的得分更多。这2下膝盖的踢击可以说是伤害非常的爆炸。这个康简熙也是顶不住了，拿膝盖挡了一下。那双方现在体力都是不太够，因为双方毕竟前2局打的都非常的激烈。那看到这个时候
双方还是在场边的焦灼，刚才也没能撂倒对方。这个时候就看是谁先出现失误了。好的，现在是咱们的胡丹丹把康锦熙压在了身下。裁判又是把他们两个拽到了场地的中间，双方也是恢复到了刚才的身位。咱们的胡丹丹率先的几拳。可以看到，这个康锦熙是想锁住这个胡丹丹，但是只锁住了一条腿，还有点夹不住。因为你没有跨住以后，你打的话呢，实际上你自己重心不稳，你那个发力啊，效果是非常有限。哦呦，果然是这个19岁，力气非常的大啊，奋力搏。好的呢，现在还剩下最后的2分钟。那现在双方的体力明显是跟不上了，那就看谁的意志力更强。那这个康锦熙也是用这个膝盖啊连续的踢击，双方现在在场边打的真是异常的焦灼啊。好的，那现在时间还剩下最后的1分12秒，双方有没有什么出其不意的打法？让我们期待一下。哦，是被裁判再次拉开，那双方回到场地中间，还剩最后50秒，双方继续比赛。这个时候双方都筋疲力尽了呀，再次的回到了场边。3位边裁1位主裁将怎么样来进行判定？韩国选手呢，他虽然比赛经验不是非常丰富，但他年轻，我觉得体能不强啊。哎，对，我们的气老不气小啊。就这么黏着你，让你无法不要抓全绳。这3局全程啊，都是在拼劲儿啊，就是看谁的劲儿更大。还剩下最后10秒钟。10秒倒计时，看来呢，比赛出现什么惊天地转的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好的，那现在比赛结束。这3场啊，双方打的都非常的焦灼啊，一直在场边打的是有来有往。让我们看一下这一场有哪些精彩的回放。我可以看到，就是在这种连续的锤击下啊，康锦熙还是挺了过来，重心不稳，直接坐在了地上。站起来又是连续的几下锤击。可以说这个康锦熙呀，意志力还是很强的。好的，那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裁判最终的判决结果。好的，那让我们恭喜我们的胡丹丹获得最终的胜利。